鳥頭就是最大陰謀論散播來源吶，對沖掉彈劾總統的壓力，對沖了大法官違憲判決的壓力，洗地你這個獨裁者，你被人家比作袁世凱跟曹锟，就是可以干這麼垃圾，還在那邊帶頭搞這種陰謀論，我直接斷言他是政檢的模仿犯，他所犯人的方式是一樣，拿一把長刃進行對頸脖的劈砍，或者是對胸部以上的穿刺，是非常有意识的进行使人致死，這個殺傷力是非常可怕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位張文，他年紀27歲，他在這個下午的3點多的時候，先在中山區縱火，接着呢才跑到台北車站去作案，總共變裝了5次。那警方的研判，目前光是工具就換了好幾輪啊，包含機車有走路的 U-Bike。他是事先設定好方案动靜，而且是投宿在這個中山站附近的旅館是方便場勘跟執行作畫，這是個計劃性方案的一個過程所以他是在台北車站的 M8 出口丟汽油彈，隨後轉往北捷中山站作案，最後直奔誠品南西店。對，所以他就從 M7 下去之後，就中山北路的地下街那邊，他就从那個通道往地下街的方向在走所以他先在那個通道就是在那間星巴克的那邊在進行丟掷煙霧彈，那於大哥也是在那邊就義的犧牲掉的，然後他就離開了那個地方，從中山站出來，因為中山站其實不遠，走出來之後，他順着一群人群，不到走出來之後，他就回去補充了他的裝備，他放棄了汽油彈，僅穿上護膝等裝備，並且在戰術背心上面插了2把的短刀，帶上剩下的煙霧彈以及2把長刀出門，後來回到中山邊，出來之後呢，就跑到路中央來進行丟，然後制造交通混亂之後呢，往這個誠品南西店衝進去，先在騎樓呢砍傷了4名路人他在那邊騎樓這邊攻擊嘛，那很多人看到他丟煙霧彈的時候是看傻了之後，他在百貨公司行凶，但員警已經趕到現場還有在民眾的指引之下呢，往歹徒的方向衝。那眼見追兵在後，放棄每層行凶的概念，衝上4樓，與警方拉開一定距離之後，在4樓又砍傷另外4名顧客，然後最後到頂樓脫下全身裝備墜樓身亡。顯然他已經打定主意呢，絕對不要被逮捕跟受審他當場在街頭對了一個機車騎士行凶，這個機車騎士好像也走了，這相當要命各位。他在他的租屋處竟然都在研究怎麼樣制造那個汽油彈。有人說他被通緝其實他並不是因為逃兵被通緝，他事實上是已經當完兵了。他是當完兵，是教召的時候，因為他沒有做戶籍遷移的申報，所以找不到他。他是因為教召未到，通緝說妨礙兵役法，所以他是因為教召，不是因為當兵。張文的背景他對於武力呢有一種病態的痴迷。現在這裡是最勁爆的，他不只是服完兵役他是自願役士兵，他不是義務役他是自願役士兵所以他被逃兵通緝，他這個完全是個錯誤的思考他是自願役士兵，他被兵役通緝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去教召報到。那整個計劃什麼時候開始進行的呢？目前檢警已經針對個人電子設備進行了一個數位鑑識之後呢，有一個新的突破。目前查到去年10月，張文就開始在構思此計劃，並且上網去搜尋學習汽油彈的供縱火之用那有那一份剛才講到的作案計劃是他親自撰寫的。目前就從這個部分來說，是他父母表示已經2-3年沒有跟這個兒子有聯絡了他的父母後來也到了派出所去應訊嘛。就目前了解也沒有提供到更進一步的詳細的內容，只是就是回答了一些他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那這個是他的目前被查出來的社群媒體是這位。他看起來就是一個28歲的一般的男生首先，如果張文這麼想的話，他應該不會多次變裝多次變裝。第二，如果他這麼想的話，理論上現在不應該只找他的計劃書，應該會找到他的遺書才對，因為他這個犯案呢，就是希望以他的做一個告終的話，那應該會是有遺書的部分。第三，最不合尋常理的是，如果為什麼還要脫下這些護具？脫這些護具的道理是什麼？是不是想要再次變裝，還有減少身上的負重，減少在着地時候的一個衝擊呢？第四，他對於跳樓的位置確實相當的講究，他也多次進行了場勘，並且還詢問到了頂樓，所以應該事前是有進行一定程度的評估。而且為什麼選的是誠品南西店，而不是其他的店家？那我想這裡面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第5個，除了多次變裝之外呢，他還在移動的時候進行對面部的一個遮擋，也就是避免人家給認出來。那這個目標又是什麼呢？第6個，雖然這個其他的理由解釋也合理，但是我認為他選擇距離誠品南西店近50公尺，也就是1分鐘不到的一個旅館，我認為他是想要在進行一個非常規的逃脫之後，躲避到鄰近的旅館，因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可能性有沒有可能呢？所以當然很難說，但是這個人他還有一些很詭異的地方。來，我們補充他的背景，你就會知道他到底照進行的邏輯是什麼。然後再來，我直接斷言，他其實是鄭捷的模仿犯，也因為他所殺人的方式是一樣的，拿一把長刃進行對頸脖的或者是對胸腔胸部以上的穿刺，是非常有意識的進行使人的这個殺傷力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你要想哦，那個誠品他特別挑後巷去跳，他如果想要轟轟烈烈的，因為他搞這麼大的東西，就想要讓這個社會知道這個人是誰，或者至少記住這件事嘛。如果他真想轟轟烈烈的死，他為什麼沒有選更具表演性的正門來跳樓，而是往後面的倉庫區去跳？所以至少我目前認為，我看起來啦，我不認為他是自殺，我認為他是逃跑，但是他沒有料到說沒有那個紙箱，可是他事前已經演練過，他不從那邊跑，他也沒有任何機會了，所以對他來講，搏一搏單車變摩托，搞不好。也許他想的再簡單一點，還有在當下非常的慌亂，因為警察已經一路的跟上來了。因為大家了解到，他當時跑進南西店的時候，警察其實是追上來的，是他呢奮了命的衝到了4樓，他在4樓還砍了4個人，砍完4個人他才衝上頂樓的，所以警察已經非常非常逼急了，對他來講，能夠實施犯案的一個時間已經是非常非常少了，所以我個人認為有賭一把的這個狀況。傷重的部分呢，37歲的男性頸部中刀傷啊，馬偕醫院20時10分宣布死。張文他的做法是用捅還有劈的，他捅都往胸部捅，他劈都往脖子劈，所以代表他已經就是要制造直接死亡的狀況，他不是單純的一個一般性的攻擊，他是要制造重大死的狀況，而且他拿了這個其實是個長匕首啊，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個短劍的一個狀況，是非常兇猛。第二個也是一個37歲的男性然後到院前歐卡在22時13分宣告死亡。第三個是一個23歲的男性，有胸部刺穿送內湖的國醫啊，56歲的女性呢是肩部割傷啊，然後還有一個49歲的女性是下巴撕裂傷，所以這個是傷者的一個比較重傷的一些名單。他對男性的攻擊比較兇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他比較下得去手。據說他當時在看到女生在電梯的時候就叫他們退後而已。那另外呢，警方去搜尋他的一些足跡之後，也發現了一些部分了，包含其實他一度是想要在台北車站來縱火的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呢失敗所以他放了這個火啊，沒有整個燒起來。如果這個燒起來造成重大火災的話，那可能死傷會更進一步加劇警方調查目前找到了這個張文的犯案的計劃，他是從今年的中旬開始計劃撰寫呢計劃書，提到自己預計呢在台北車站跟南京西路百貨各引起一場騷亂。那他打算先在台北車站丟汽油彈縱火，接着朝四周丟煙霧彈，再趁着混亂時隨機砍殺路人。所以他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包含我們剛才調查到的這個傷者的樣態來說，他就是計劃好要殺人。殺人是他這件事情的一個核心動機，制造混亂只是一部分，真正的核心動機是殺人。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的計劃裡面也這樣寫。那你可以看到，他對於一開始上來阻止他的余姓大哥，57歲的余姓大哥，他是用捅穿他的胸膛的方式，從背部捅穿，一刀直接進去，直達心臟，所以當場呢人就沒有了他當時拖着他的行李箱，裝滿了這個煤油彈。要從 M7 路口去縱火，結果遇上了余姓男子的制止，導致整個行李箱就已經開始燃燒，他沒有辦法取出煤油彈，只好匆匆離開現場，也無暇分心攻擊其他路人。所以呢，他其實在一開始為什麼這個燒毀的這個箱子，照目前所初步調查，應該是在這個裡面已經做了點燃的動作，所以呢，他那個行李箱。他拖到現場，馬上要起大火的時候，剛好被這個余姓大哥給打住了。
所以他可能是因為這樣憤慨啊，所以對這個於姓大哥呢，這個下手啊就特別的兇殘啊。那因為也這一下就開啟了他整個殺人的血性嘛，但因為這個拖累啊，所以呢沒有成功的在台北車站進行縱火。政府帶頭搞陰謀論啊，務必針對歹徒個人的背景、犯案的動機有沒有共犯，背後有沒有人指使，一定要進行全面、深入、徹底的調查。整個民進黨青鳥的頭就是賴清德，所以叫清德鳥，簡稱青鳥。青鳥頭就是最大陰謀論散播來源吶。他趁這個機會呢，要對沖掉彈劾總統的壓力，要對沖掉大法官違憲判決的壓力，就是可以幹到這麼垃圾。你沒有你不信，只有他敢做，他就敢做。他不僅敢，去做嘎戲。你被人家比作袁世凱跟曹錕，你不知恥嗎？還在那邊帶頭搞這種陰謀論，為了要洗地你這個獨裁者，每一件事都想往戒嚴去啊。他就想戒嚴啊，他腦袋瓜裡想的只剩戒嚴而已。好好查就是好好制造證據，是不是？一個總統連證据都拿不出來，這邊帶頭這邊抓，哪個中國媒體來？你說哪一個中國媒體？你說張文還在砍人，結果你看民視新聞吶，我跟你講，貴州海料料，這個政府、這個綠媒、這個黨、這個領導人、這個民進黨已經沒救了。我跟你談民生，你就給我扯阿共；我跟你談經濟，你給我扯阿共；我跟你談外交，你給我扯阿共；我跟你談個報紙，你又可以扯阿共。今天甚至連政協模仿犯都變成阿共仔陰謀，夠了沒有啊？但他們一切都不會夠的，所以我一定要把這些事情給整理出來跟大家說，民進黨在玩什麼把戲。目前是沒有發現過他有跟任何人聯絡的狀況，甚至跟人家交頭接耳都沒有。但我認為啦，這個時候陰謀論是很好發酵。賴清德總統帶頭講陰謀論，他是最恨不得這件事情有其他想法，因為現在青鳥一聲令下就說這背後可能有紅錢，他就是第五縱隊嘛。賴清德一切的鋪陳都是想往這個所謂的戒嚴跟加強社會控管而去，所以我個人認為，既然是這樣，那他更可能是孤狼式犯案，因為如果有什麼，他早就已經發作了。那再來就是說，他在這個行進的路徑上面的話，他特別租了一個旅館，就在距離誠品南西店50公尺地方，那就是1分鐘內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如果說他從那邊跳下去，假設他原本看到的那一個人高的箱有在的話，那是不是有他一個緩衝，有機會形成一種斷點式的逃跑？他當時在1樓在砍人的時候，警察進來，可是他一口氣一溜煙就衝到4樓去。他是一開始知道警察衝进來要抓他，這是我們透過警察的視角知道的。可是會不會他根本1樓砍完了他就直上4樓，是他本来就計劃好的？有沒有可能是這個樣？然後呢，因為他已經事前調查過5樓怎麼上去，他還化身成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去問店員說他想去5樓拍聖光燈束可不可以上去，所以他是知道5樓怎麼上去。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他很有可能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他是有事先做一些安排。有沒有可能？這是因為還有一個是他跳之前呢，他把他身上的裝備都脫掉了，所以才有人說，怎麼身上一下有装備一下沒裝備？是因為他在整個的過程是他在北車砍完人之後，他本來是拖着一箱的汽油彈，再加上一堆煙霧彈衝進去北車的 M7， 就是在天成飯店旁邊那個路口下去之後，不是有一間星巴克嗎？然後從那邊的話，你再往下就是走到捷運的紅線跟藍線那邊下去。但是如果你往的平面衝的話，你就是走進了這個中山北路的地下街。他從那邊犯案的時候，結果剛好遇到了那個於姓大哥，就阻止他，他就對於姓大哥捅了一刀，從背後偷襲他捅了一刀，所以那一刀呢升級5公分，是從背面從肺葉貫穿之後貫穿的靜脈再貫穿到心臟2公分，所以心臟漏血不止。這個人後來他開始丟煙霧彈，他也開始跑，一跑又加速，人就不該就倒下去。這個是有監視器看到，所以就死在那邊了。後來怎麼 CPR 都沒有用，因為血壓上不來。殺完這個人之後，他並沒有繼續在原地殺人。為什麼？因為根據目前調查的結果是，他拖的那一箱汽油彈他已經點燃了，他找到地方要引燃，結果因為於姓大哥有出現，所以拖到時間導致那整個汽油彈的排布沒有好，就自然燃燒起來，所以燃燒了一半，只是把汽油燃光，並沒有燃到了其他的部分。如果讓他拖到了一個比如說雜物間或者是垃圾收納間，因為大家知道你要燃東西，以他的這個姿勢，我認為啦，就放在比如說垃圾推車上面的話，那個推車就會整個燒起來。一旦燒起來，火光竄到天花板，因為捷運站是這樣，地板它是不會燃燒的，旁邊的石塊它不會燃，這個瓷磚不會燃。但是你燒到天花板，一旦燒到上面的油漆，所以呢，它沒有制造成功混亂，所以他就往中山站步行。步行的時候他還遮臉，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他拿那個包遮臉，然後一路跑到中山站起來之後，他是先回到了他在中山站旁邊那旅館旁邊，再換裝，把他原本裝備再置換一次，然後再拿出新的裝備，包含刀具。所以呢，他又拿了2支短刀插在胸膛上，再拿了2支長
長刀，其中一支長刀就是那支很長的類似短劍的匕首，那個已經可以叫短劍，双刃開鋒嘛。再拿上新的他的其他的这些煙霧彈，然後跑到了全路口開放的這個行人路口，丟完之後呢，他就徑直的往南西店走進去，往誠品南西店衝進去。所以我這個，因為他現在計劃都出來了，他確實都按照計劃進行，所以在他的意識裡面，他已經反覆在腦內跟實體中跑過這個，而且目前有監視器確認這件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既沒有聯絡人家，他也沒有跟任何人交頭接耳，也沒有任何接觸，因為在他所活動的範圍，包含中山站跟台北車站是全台北監視器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如果說真的有別人的話，應該很容易就識破。這一點我相信是這樣。那他往南西站進去之後呢，在1樓砍了，外面先砍了一個機車騎士，然後呢，他所有砍人的方式都是我看了一下樣態，就2種為主，一種是刺擊，白刀子進紅刀子，這種是最恐怖的，要人死就是捅人家，捅人家最快用往胸膛捅，不管捅哪裡都很容易死。第二種是砍擊，砍哪裡？砍胸脖以上。然後1樓砍了4個人之後呢，他就直接上4樓，再砍4個人，在1樓揮了幾個人之後，他再上4樓再砍4個人，砍完4個人之後，他就上5樓，上5樓之後他就從那邊跳下去了。可是跳之前他全身都脫掉，所以我從他的辦案的過程來看的話，他應該是有完整的事前所有的準備的計劃，他就是照他的計劃在走，只是因為出現了於大哥，所以他有點失策，所以他也很憤怒，他就先捅了他。但捅了他那一刀之後，他就等於殺紅眼了，因為殺人這件事情不是今天給你一把刀你敢殺人嗎？我們都不敢殺人，因為我们沒有那個殺人的那種慾望跟那種能量。可是他在那個形態之下呢，我把它稱為一種勃起形態，就他全身充血，腦袋充血，漲紅的臉，那個就是一個殺人狀態，他就一直不斷的，他腦袋發燙，然後發麻，然後就不斷，他就是他腦袋裡面所植入的程序一樣，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後到了5樓那邊，原本那邊前一天都還是有堆有1個人高以上的大量的紙箱，因為那個是誠品他們很多的這個卸貨的地方，所以很多紙箱就地堆置。結果剛好回收廠商來把紙箱給收走了，所以他有可能要跳下去之前，他可能有算好，可是我看認為他要跳下去，結果警察可能衝上來，因為警察的說法是那時候他們剛好衝上來，所以我覺得他大概心急吧，而且他可能事前已經排布很多次，在腦袋瓜宕機的情況之下，就會按照原始設定進行，他已經都想好，所以他就動下去，他可能沒想到那麼嚴重，可是5樓會跳死人，運氣非常非常好，才可能5樓跳不死。他如果但凡那裡是泥土地，可能都不見得摔死。就曾經有發生過有人從10樓掉下去，掉到旁邊是田裡面都沒摔死。我認為在他那個腎上腺飆升的時候，他腦袋大概沒辦法非常好的運作，所以他就其實從另外一個樣態嘛，他在丟煙霧彈跟到處砍人的時候，所有人都呆若木雞啊。在他的計劃裡面他是視人群為羊群，因為他大量收取鄭捷的記錄嘛，而鄭捷殺人的方式就是捅跟劈砍脖子。尤其是捅，我個人認為是他這個逃脫失敗摔死的有這個可能性，所以我比較傾向支持是這個樣子，因為就3分鐘而已嘛，他的判讀現在時間很快啊，腦袋全部都空白，你要麼跳，要麼被捕。復盤鄭捷案的最大的失誤就是鄭捷最後沒有自殺成功，因為鄭捷是有自殘的哦，鄭捷在被捕之前是有自殘的哦，我認為他是有想死。那既然如果有鄭捷有想死，他可能是貫徹了最後這一刀，這目前還沒有媒體談到這件事，所以這也代表說，在整個台灣的這個公眾的上面，我們對於突發狀況是非常疏忽的哦。這事情其實是很嚴重，因為這一次我這2天看到這個消息之後，我也在想，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危機意識低落，我們把在社會當中對秩序的管制，我們是持一種否定的態度。雖然他平常講說，哎，警察應該加強執法哦，警察應該要更加的嚴厲來針對這樣的一個行徑來進行控管。是如果警察加強執法的時候，其實社會上並不是完全在個別事件上面，大家是很憤慨。可是直白的說，大眾的底層邏輯還是沒事最好別管太多事。對這個57歲的，我說實在的，我們要對他真的是舒緩情誠摯的，希望社會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我代表個人，那我也希望大家在熒幕前的你可以一起來，我們給余姓大哥，還有其他的死難者，還有傷者，我們給他祈福願安息；傷者，我們給他祈福願早日康復。我們一起默哀1分鐘。